因为你了解到了最真实的我，你可以选择喜欢和不喜欢，就是不是也是一种更好的一种选择？因为在今年生病之前，其实我一直是以一个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荧幕上，就是以角色的身份出现在荧幕上。但只有在今年，因为个人的事情，因为赵露思3个字，赵露思个人的事情出现的比角色更多，所以其实已经让很多的人更了解角色之外的我是什么样子了。所以我也在想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去，那如果你们也能够接受角色以外的我是这个样子，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去参加一些综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对吗？我是这么觉得啊，所以可能这是一个新的规划啊，可能是去结交新的朋友嘛。这是因为我觉得我对朋友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也是缘分的，不一定认识了就能成为朋友，但是我也很害怕别人对我有期待，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我比较能够突破的一个事儿，也比较还算比较比较能够突破，谢谢啊，加油，要拖着关，加油，做自己。对，然后，但是因为我没怎么录过综艺啊，然后我唯一录过的一个比较算常驻的，就是今年年初录的嘛。那个，但是是跟小朋友，而且也没有别的人，都是很熟悉的人了，所以我就挺放松的。但那会儿其实说实话，状态还没有那么好，说实话。但是那会儿真的是，我真的就跟大家讲，就如果你处于在一个没有支撑，就是没有兴趣爱好，就是你觉得每天都很烦闷，找不到任何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如去想办法帮别人，就是你真的能够得到，就是你在周遭得不到的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一刻会让你有不同的收获。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就是在你很缺少爱的时候，不妨你先把爱送出去，我觉得那个惊喜会比你想象的更多。但你不能说一开始你就是奔着有求才去做的啊，那样结果可能也不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明年大概有个新的决定，就是大概尝试一下综艺，你们觉得呢？然后呢，还有就是好，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谢谢你们他们在打赵露思全肯定，感觉在打那种正能量一样。来正能量走一波。全肯定走一波。对，对，然后呢就是音乐的部分，音乐的部分，然后我又选到了好几首很不错的音乐，如果幸运的话，就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就是大家开年应该就能够收到新的音乐了。然后这一次呢，我会尽力的去配上 MV， 给到大家一个很全新的 MV 的一个认真的一个完整的，但是也不要对我期待太高，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一旦有人期待呀，这玩意儿出来就是好大一坨。我们已经公屏上打上赵露思全肯定，很大一坨，但是我觉得也不是那种也不要闭眼夸嘛，对吧？因为我觉得好的是好的，撇的就是撇的。我们肯定会认真做。我觉得我能接受的是大家的审美的不同，我觉得也不能闭眼夸，对不对？就是对，然后就是怎么还连上 WiFi 了？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对，然后呢就是最近有看到几个本子，
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现在呢有这个进组的计划了，然后对，你们开心什么？到底在就是认真的嘛，争赌有看到还不错的项目，然后我有看到还不错项目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制片人，我说这 IP 好吗？他说很好。我说你觉得我的粉丝会喜欢吗？他说我觉得你的粉丝会喜欢，会爱死的。我说那行，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是一个觉得我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我会更想选择大家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是演员，我也是一个产品经理，我就是一个作品创造者，但我去创造一个大家想看到的作品，对于我来说也挺重要的，所以我直接就是如果能够幸运的话，就能够直接选到大家喜欢的项目。但是成果这个东西吧，大家也知道，一个戏它的好它的爆一定是多方加持的，不可能是靠一方的，一方是不可能的，这个戏就是顶多就小火，但它一定不可能爆。爆的戏的潜质它一定要具备的就是制作能力啊，导演团队演员团队们，大家要共同把6分的东西变成8分，3方8分的东西才能变成10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得靠缘分了，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娱乐圈不是咱们的，对不对？咱们不能一手操作呀，所以我觉得还是缘分的问题。如果幸运的话，我觉得能够拍一个你们也觉得满意的作品。这大概呢，我觉得我就觉得，对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些，给大家在2025最后一天的时候汇报的工作了，述职。对，今日份述职。然后对于我今年1年，的确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总结我今年1年。其实会有一点，就是像我现在其实是可以开始想去年这一段时间的事儿了，但是我现在还是不太愿意想今年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我会觉得还是会让人觉得疲惫呀，所以我觉得再慢一点吧，让时间再冲刷一下之后，你才可以有勇气去回顾，去面对很多的东西，对吧？所以我觉得今年没有发那个图集，明年发嘛。对，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好记录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生病，也没有今年这一遭，许我妖言播得多好，所以我还是会更有点遗憾，就更让人不会抓到任何的把柄来攻击这个作品。那所以我会就是按回顾上来讲，因为我是完美主义，我的确有点完美主义，所以我会也有点小小的遗憾了。但是我觉得结局是很不错的，我说结局完全是超出意外的。但是我拍每一个戏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想过它会爆，或者说它会有多好，但是我绝对是拼尽可能10分的力气，要给出12分的答卷在这个戏上。所以努力了，它就不会遗憾，就在这个剧上我不会遗憾，因为我觉得我非常努力，非常的想要，就因为当时许我谣言也好，偷偷也好，其实都在没进组前吧，还在进了组前就被骂得很厉害嘛，就是又是被骂在那儿，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我的人设好像就是一个不被看好，然后又这个东西结局又会被大家所喜欢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些时候我在选项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观众还有粉丝他们特别喜欢一些项目的时候，我反而就是今天跟你们讲的，我反而倒是会觉得这项目行吗？因为我接多了大家不看好的项目了，所以反而有很多看好的项目的时候，我就会充满很多的质疑。对，就是就是大脑神经让我会觉得那样的东西是安全的，而好的我是觉得
不安全，可能就是也没有接到过，或者是怎么样。也不是说我之前拍的不好啊，但只是说的确嘛，有一说一，大家然后粉丝大家也知道，也大家粉丝也特别看不上我的饼，对，所以这个我是很清楚的，所以明年也会有一些，但是你们别对我这太大的那个叫什么期待了，我这个人不能有期待，有期待我就全完蛋了，有期待全完蛋。双鸭，而且我是真的慢慢的，我是想跟大家讲啊，就是越来越慢慢的，更多的人发现自己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了。我觉得真的是去面对它。我有一说一，我当时就是来说我的这个情况，有点像是剖开身体给大家看五脏了，有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了，对，所以但是如果是能藏的，我一定会藏一辈子，就因为我觉得包括我身边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其实我现在会觉得，如果你永远想藏，你就会堆积的更多，所以不如去面对它呢，就当做是一场感冒，就是总得要去治。你说感冒，你不可能这一次治好了，一下子就不感冒了吧？是一样的。但是很多人也是会有一种担心，说这个也不会好啊，怎么样？那感冒也不会好啊，其实这些都不会好的。但是就这样，就是当下要让自己抒发出来比较重要。马拉马拉，你们觉得呢？谢谢你，时光静好，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祝你高考顺利哟，希望你能高考顺利，但你不要太有压力，这只是一场考核，一场你阶段性的考核，但这并不是能够证明你的一切的东西，不是，好吗？喜欢看仙侠剧，仙侠剧就是武戏很多。我是最近有点在想要恢复那个体力。我前2天啊，我扑腾一下子我就下水了，我说我游个泳吧，我就练一下身体啊。我来回哐当，我来回就是游了个2圈，上来我路都看不见了，我上来我嘴唇都紫了，对，两眼发黑。我这真的我怎么上去的我都忘了，我怎么上楼的我都忘了，就是很晕，就完全大脑供血，就是很，因为你们知道，就是老粉知道，我以前是个健身狂魔，我好爱健身，然后今年1整年完全没有健过身，没有动过，所以就身体有点吃不消。爱你老几。哎，你知道吗？四川话真的就叫老几，老几。他是老几，不是老几。你算老几？那个老几，那个老几，你算老几？那个，我算老六。老几，就是不是四川话那个老几是，不是哪个老几就说哪个老几啊？那个老几，那个哥哥，那个老几，那个老几，那个老几可以，那个，对，我们真的说老几。但那个中年人以后的那个不是我们年轻人的，那个没去说老几哦。
这不是我们现在很流行啊。因为我最近真的会收到很多人给我发信息，就说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病会让你那么难受。他说我现在因为我现在也有这个病了，所以我才能理解那种感受了。其实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互联网上寻求一种共鸣，就是感冒了，刀割嗓了，我查，哎，有人跟我一样 ，OK， 我可以放心很多，我可以放低很多的焦虑。其实很多抑郁都伴随焦虑，我就是抑郁加焦虑，所以我认为这不算是传播焦虑吧。就是我想说，我一直想要证明的，包括到年初，包括综艺，包括这些，我一直想要证明的一点就是，抑郁为什么不能工作？为什么抑郁症就不让我工作？为什么抑郁症就不允许我工作？我是很难受这个事情，所以我一定要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我一定要一直出现。我不想，因为我会觉得本来很多有这种问题的人，大家都被环境身边的人也很排斥，家人也很排斥，就是所有人都很排斥。可是我想说，就是可以正常生活啊，可以正常生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也希望无论你们就有没有这个情况，也或许压力越来越大，或许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一定也会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我想告诉你，就是放宽心，这段时间过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会有下一个阶段。这是放心吗？越想越绝望。不是啦，不是这个意思。我说这个阶段过去了，焦虑就加重了。下阶段好像还不如上一阶段。但是我认真的觉得，我就觉得抑郁还有焦虑还有这些就是心理疾病精神疾病啊，我是觉得它保持，你别想办法能让它好，你就想说我什么时候能痊愈，我什么时候好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你就是在变相给自己压力，你就是觉得你就是不要再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4个小时了，我不能再只睡2个小时了，我保住这4个小时，我觉得就 OK 了。别给自己，就是想让自己痊愈也是一种压力的体现，就是别啊。但是我今年真的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今年走出了剧组，就在剧组里你4、5个月你可能认识的就这20个演员，哎呦，4、5个月可能认识就是这几十个演员，或者就是然后导演，然后工作人员、台长。如果觉得不错的，你可能就相处起来了；如果觉得不咋地的，这4、5个月你都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环境和空间，你将会每天相处让你感到折磨的这一切，就是在精神上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讲真的，你不能说拍拍屁股走人了，那你将面临的就是整个行业的封杀，整个工作的丢失。在你丢失了演员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可能只能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再考虑这个行业周边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是台前工作的嘛，就是传话这种东西就会很容易影响到名誉，很容易影响到工作。所以就是在今年1年我就是没有进剧组嘛，但是我跟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就是有做生意的人，有搞直播的人，有做产品的人。我觉得我就觉得还见了一个做直播的一个妹妹吧，天哪，她都不睡觉的，她每天直播，就是她的床就安在直播间。睡播？不是，她就在下面，她就在下面，就是休息2个小时，两下就开始直播了，把床放在那个直播间旁边，对，睡2个小时起来继续播。对，所以就是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人，还有搞农业的人，还有农民们，然后还有搞运营的人，
然后还有做各行各业品牌的人，然后有很多做品牌非常厉害的人，然后非常就是我感觉有有新鲜感，因为我会觉得多积累一些这些东西，如果我以后的角色会需要这些内容的这些充实呢，所以我觉得今年1年也不是一个减分项，我觉得有汲取到很多之前没有的经验，然后因为我又很爱观察人嘛，所以我能看到各行各样的人，他不同，他说话的方式不同，他的行为状态不同，然后我其实也蛮喜欢这种就是感觉的，所以我觉得今年1年还挺有意思，还挺有意思。2分多钟了。我焦虑了。别焦虑。美好的生活要来了。2026年来了，2026年来了。2025这会儿还坐在轮椅上。对我当时真的，我跟你们讲，我当时我真的会觉得我在拍短剧，我真的觉得我在拍短剧，莫名其妙，因为我真的就是腿，而且摔跤，而且我痛经都不疼了，就是完全整个神经就是紊乱了，就是我腿、手、脖子、身上每一处肌肉和骨头没有完全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所以我当时便秘了5、6天，就是拉粑粑都拉不了，就是那个肌肉都没有办法收放，就是真的很离谱。微笑每天扛我去抱我去马桶上，却无果而终，非常失望，没有落下胜利的果子。对，所以就是真的老几们真的，我希望2026年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啊。通畅老铁们，然后千万不要太消耗自己，任何的事情都不要太消耗自己，要不然会非常的难受。老几们，还有1分钟啦，我们要准备倒计时，我们一起许愿吧，我们一起许愿吧。我们一起许愿，我们一起许愿吧，我们一起许愿吧。点点最后1分钟了，快点许愿。他说很无聊，他说很幼稚啊？为啥？抠的？上火了吧？我从小都没有流过鼻血。感恩。有人在看时间吗？我感觉已经到了。快过来，你们快过来！甜甜要不要过来？哦，他这个鼻血这个情况，他算了，快点！许愿了，好，3、5、4。哎，郑离又跑哪去了？算了。2、1。事事顺心，发大财！哦，太好了，太好了，开始喽！耶，2026喽666，老几666，老六，好 ，OK 了。好了，没事了，好好上班了，各位，拜拜。拜拜，立刻回到现实。下播了是吧？下播吧。还没啊，等一会儿啊，也太没良心了吧，有点陪了你一晚上，然后一到0点立刻给他关掉。
立刻下播。怎么看？想拍个烟花，在哪儿拍？哎，对啊，我们也该买点烟花的，应该给你们看看放烟花的，忘了，不好意思。哦，真的吗？那他们怎么在放烟花？违规的，那我们去抓他们吧。刀哥刚开始是想搞烟花秀。哦，那是应该没办法。哇，好热闹！我突然有一种，他们两个怎么父慈女孝在那儿？新年快乐！哎呦！哇！我妈还有0点跟我发信息，她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就是很时髦，很有仪式感。不是我妈本来就在看直播，然后哎，哇，你看0点的时候刚好直播间11.9万人哎，哇，这个很神奇。呼应了我们的生日。 0点的时候刚好直播间11.9万人，哇，真的是哇，厉害吧？太巧了吧？哎，还在。哇，拜拜喽！祝大家新年快乐！哎，再给你们发个红包。在哪？刚刚有个红包。但是不是？对啊，刚刚就是没发上，因为他们发红包的人太多了，然后我发不了。那你现在还能发吗？对啊，刚刚就是没发上。我知道了，来，咱们来个，是吧？好神奇！我们几个好像是今天卖货卖了1个亿，然后我们在那，好蠢，看着，是不是？很高兴，脸都笑烂了。我们就是那种最自然的，我们就从那儿跑过来，对，为了庆祝。哦，对了，然后呢，然后我们明年也会正式的开始做那个，就是帮农民带农产品的直播，然后也是完全不会收钱的，但是就是帮很多的。把农产品给销出来，因为大家本来也需要嘛，然后我们也在筹备这个事情，然后顺利的话，到时候跟你们说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加油！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嘛，我今年那会儿8月份的时候，怎么又聊起来了？就8月份的时候，我其实那会儿是觉得有点破罐子破摔，我觉得我身上能够还有的流量，我就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去，能够帮到真的需要流量的人，而不是整天在网上一些营销号的赵露思赵露思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没意思嘛。所以现在呢，我只是觉得，就是更想要把这个力量给到更需要的人。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要怎么发呀？这样吧，我们来玩这样2026老几加油，截图是不是？老几加油，好吗？然后我们送礼物给大家。老几加油，我们送。你猜我要送什么？农产品365个祝福。送一65个祝福。打他唱错词了。有
游戏延续。好吗，各位？我们即将，送出 iPhone 17台，快点抽奖！我发在那个抽奖里了，有吗？看到了吗？有看到吗？没有，全是别人的。那个抽奖里面呀，有一个福袋，有吗？有看到我这个吗？看到了，看到了。在哪儿？哎，怎么只有你？看到了吗？福袋，哎，没有，哎，你们没有，哎，只有我有哎。哎，有，在哪？没有吗？去抽奖有一个，哦，一个福袋我看到了，在哪里啊？输入口令是就是你点了它就不出。就没这，老几加油，有了，退出去再点。快点看一下那个抢红包指令里面，对吧？是输什么指令？在哪里啊？在哪里啊？马上就开了，我开了吗？开了吗？谁？开了。开了，是谁抽奖已结束，我们你那儿应该能看到吧？在哪里看？你后台应该可以看见。他应该可以看到，对看到。我后台看不到。没有赵姐的，我看看，我没收到。